冯尚书的死果然有问题。王爷发种开关起出的2名死者，与冯尚书的死也有关联。他竟然把这看似毫不相关的3桩意外串起来了。王爷是我见过最好的刑狱官，我一定要帮他验出冯尚书的真正死因。把冯杰跟着仵作一起烧了。怎么了？前院怎么了？二夫人，您别怕，是灵堂走水了。灵堂走水？那老爷呢？老爷呢？二夫人莫着急，老爷被及时抬出，分毫无伤。老爷被抬出来了，一定是老爷，一定是老爷来了！老爷来找我了！二夫人，老爷来找我了！二夫人，老爷来找我了！没事，二夫人，没事，没事，二夫人。老爷，兵部冯尚书家走水了。什么？冯尚书家走水了？是啊，听说安郡王也在冯府呢。他这是又想干什么？有人来了，快躲起来！军营，快！压岗，压岗，快点儿！哎呦，哎，慢着点，撞到我头了！赶紧进去看看，快进去！让他们都出去吧。是。我们先出去吧。没受伤吧？没有，你刚才……老爷在哪里？夫人，老爷呀，老爷呀！郡王，我冯府何曾得罪过你？
我们家老爷尸骨未寒，你就带着个仵作，你不是。白日里的事我已不做计较，没想到你竟如此恶毒，让人纵火烧我夫君灵堂。萧景瑜，告发你的事是我做的，你要想报复我，你就杀了我。萧景瑜，你不杀我，我就要让这个亵渎我夫君的贱人给我夫君陪葬。夫人，夫人，发生何事了？安郡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韩尚书，薛翰林府上不慎走水，惊扰各位了。韩尚书，冯夫人，你跟我们家老爷是至交好友，你可要给他做主啊！冯夫人，您先起来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安郡王，下官可听说了，圣上刚刚给你下过口谕，严禁你搅扰冯府。难道你连圣上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方夫人，方才我也听见了几句，这里恐怕有些误会。误会？这是个仵作，安郡王3更半夜带着一个仵作上门，而且火烧冯府灵堂，这也叫误会？我看他分明是罔顾圣谕，挟私报复，如此不忠不义之人，如何掌管好三司？安郡王，今日之事，韩某定会联合三司官员上表参奏，请圣上裁决。韩尚书，方夫人，安郡王是在下的学生，他的秉性我是知道的，他绝非如此恶毒之辈。今日之事，容他解释几句，若无法让各位信服，我和韩尚书再带上他一起去面见圣上，夫人觉得如何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有，此事非我所为，只是眼下空口无凭，我无从解释。只有等抓到真凶之后，才能给贵府一个交代。到时候冯夫人要拉我去见谁，我都可以配合。但现在请冯夫人看清一件事，把手给我。啊？手伸出来。他方才被困火场，拼了性命也要拖冯尚书的遗体庇护，这伤便是拖拽时的磨痕。若非他拼死江湖，遗体早已付之一炬。无论纵火的人是谁，此事都与他无关，容不得你如此羞辱。王爷，你闭嘴。夫人，算了，夜已经深了，惊扰了四邻，传扬出去，与老爷的名声无益，还是早点让老爷入土为安为要啊。禀夫人，我在灵堂里发现了这个，不知这是何物，就在老爷棺材附近。哎呀，定是从房上烧落的。诸位大人面前别大惊小怪。冯夫人还有什么要我解释的吗？韩尚书，冯夫人乃是内妇，遇事情急，看表象便下论断，亦是无可厚非。但你身为刑部尚书，深谙察疑断狱之道，遇事不查不问就信口开河。今日你不参我，我也要参你一本。哦，那你参我？怎么了？歪了。什么歪了？你的棺歪了。被轿子撞了。还是歪的。躲开，躲开，躲开！人呢？这个安郡王，周汉，你个蠢货，你还能干点啥？迟早老子得让你害死！孙公公，孙公公，师傅，坏了！周汉那小子又失手了。又失手了。本来眼看着就要得手了，那女仵作呀，也差点烧死在灵堂里。什么？周汉这个废物，谁让他去弄死那个女仵作了？
鱼。你刚才说萧锦瑜又带那女仵作去冯府了？啊，他非说给人家道歉，哪有三更半夜上人寡妇家道歉的？他哪是去道歉的，他还是去验尸的。这回麻烦要来了。过来。啊，不是，他能查哪儿去？速去！啊，是，师傅息怒，师傅息怒。楚姑娘，楚姑娘。王爷，连翘姑娘。连翘，你去厨房看看安参汤煮好了没有？是。吓坏了吧？我不是害怕，我的工具都没了。对不起，怪我去迟了。啊，不怪你，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，东西掉了都不知道。好在那些工具已经烧毁了，他们也看不出是什么，不然又要给你惹大麻烦了。没事儿，那些工具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我可以再做一套，只是那套工具跟了我很久了，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，我有点难受，过会儿就好了。方才的情形实在不便让你开口，你若真舍不得，我待晚些让人去取回来可好？好，谢谢王爷。方才灵堂着火时，你离灵堂最近，可知道火是怎么烧起来的？不知道，我只顾着验尸，验完之后才发现屋子着火了。灵堂的门窗是你锁住的？不是，我只是把门关上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开了。王爷，刚才火那么大，你怎么一下就冲进去了？你不怕死吗？怕。那还进去？我怕你死。你怕我死？我怕你死了，我还要连夜写陈情文书归档。记着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要先想法子保住自己的性命。烧毁一具尸体和烧死一个活人，于衙门于我所要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。可是还有侍卫大哥，你怕我死，也不用自己冲进来吧？若进去的只有吴江他们，你是会先逃出来，还是会跟着他们一起护尸体出来？当然是护尸体啊！所以我才必须进去，将你先行带出来。我知道在你眼中死者亦有生命，你可以用性命去换他们完好，但在我看来，将你送去验尸的是我就必须护你周全。王爷，你真好。尝尝这葡萄吧，西域送来的。葡萄皮色，要这样才好吃。冯介的尸体你已经验过了，可验出什么结果了？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了。我仔细地看了冯尚书头上的伤，他左侧眉骨处是被拳头击打的伤，这一拳促使他右侧后脑撞击到了平滑的硬物上，出现了细小的骨裂。这和那2名死者是一样的，
我现在可以确定了，他们就是被这一拳给害死的。可是据冯府的人说，冯介是在酒楼受的伤，如果这一拳足以致死，那他也没命恢复。而且你也说过，这些细小的裂缝并不足以致人死命。这么说吧，他受伤的地方应该有一处楼梯。真不错啊！说的是啊。凶手选择在有楼梯的地方行凶，是为了方便调节两人间的高度差，确保这一拳能够准确地打在冯尚书的眉骨眼窝处。冯尚书的后脑磕在凸起的硬物上，从而出现一道细小的裂缝。不过，这伤不会致人当场死亡，甚至不会觉得疼，所以冯尚书当时觉得没什么要紧，就没把这伤放在心上。这叫什么事儿？但是这道细缝会使他的脑袋里渐渐地出现血肿，过不了半个时辰，血肿就会让他整个人变得晕晕乎乎的，说不清话，走不稳路。这就是你说的脑袋里的东西？对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那2个死者后脑的伤也是这样的，不过他们已经死了有段时间了，就算这会儿打开脑袋也验不准了。打开脑袋？你把冯介的脑袋打开了？对啊，不打开脑袋怎么看到脑袋里有没有血肿啊？我仔细验过了，他脑袋里确实有血肿，再加上他又服了药性强烈的防药，使得气血上涌，伤情急剧恶化，人就突然死了。刚才看冯介的尸体，分明是完好的。当然是完好的，我打开检验过之后就把它给合上了。打开又合上了？对啊，这就像是衙门里的官差进案发地搜查一样，进去的时候打开房门，那走了不得给人家关上？所以你出发前要了一顶发套，束成冯介发髻的形状，就是想在剖验完之后将它恢复原样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毁伤不敬。你还知道毁伤不敬？你可知京畿衙门里的仵作，要剖验尸体需要案件主管官员的批文，若无批文擅自剖验，可是要被治罪的啊！还有这样的规矩啊？可是我已经把尸体修复好了，套上衣服看就跟没剖过一样，这样也要治罪吗？我从没遇过像你这样不守规矩的仵作，要怎么治罪，我还要好好思量一下。我没有不守规矩，我守的是六扇门的规矩。六扇门的规矩？玉面判官说过，在六扇门办案从不拘于条条框框，只要能查到真相，用什么法子都可以。但是不能为了破案而犯案，也不能为了检验尸体而去损坏尸体。所以在六扇门当仵作，只要有把握能把尸体恢复原状，那就可以剖验。这些话你不知道吗？这话我知道。真的？你真的知道？那你……我是不是玉面判官？是吗？你为何要找这玉面判官？是不是与你的石头坠子有关？王爷怎么这么在乎坠子呢？那赠予你这坠子的人是否对你说过，这坠子兴许就是玉面判官的东西？啊！景大人，你怎么飞进来了？我都飞了大半夜了。哎，纵火之人追到了。哎呀，王爷，你就不能装作不知道，夸我几句吗？直说就是了。5个人，蒙面夜行衣，全是练家子。我一路跟着他们，看到他们最后进了神策军军营。又是青鸾。吃够了，就去见韩季。韩季？王爷，这个时辰猫都睡了，我去见那个老瓜精干嘛？据冯府的人说，昨夜是韩季送冯介回府的，所以韩季应该也是给他接风的人之一。只要从韩季那里问出冯介昨晚是在哪家酒楼喝的酒，就不难找出行凶之人。
不是这跟酒楼有什么关系啊？楚楚刚才已经验出，冯介等3名死者的死因是被人击打眉骨眼窝，导致后脑撞击出裂缝所致。3人受伤的位置完全一致，说明凶手是受过训练的杀手，方能一击致命。而喝酒，正是他掩盖杀人手法的关键一环。喝酒？楚楚，你方才说过，死者受到迎面一击，随后撞伤脑后的一段时间，人会渐渐变得晕晕乎乎，说不清话，走不稳路，就像喝醉酒似的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特别像喝醉了酒。喝醉了酒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凶手用这种办法行凶，让受害者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醉着活着走出酒楼？也就是说，有人在咱们刑部尚书面前杀了兵部尚书，咱们的刑部尚书浑然不知？没错，要想完成这件事，就要保证被害者在受伤时正在喝酒，最好是在受伤之后还继续喝了一会儿，所以酒楼里必定有人与他配合。还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啊！这个老瓜精没少在我爹那儿告我的状，也没少在圣上面前告你的状。这回见到他，我一定要……你一定好好把嘴给我闭严实。今晚见韩记，只需问出酒楼所在，问清之后，立即以搜捕在逃案犯为由搜查酒楼，一句不得对韩记多言。在这件事情彻底水落石出之前，任何消息一概不得外泄。酒楼，王爷，照你这么说的，冯尚书临死前吃的最后一顿饭，应该就是在那家酒楼吧？怎么了？我检验冯尚书的时候，在他的牙缝里发现了鱼腥草的根须。根据腐坏程度来看，应该就是吃最后一顿饭时留下的。如归楼。凶手竟然在如此招摇之处公然行凶，这如归楼定难逃干系。上！安郡王，谨上卿，真是稀客呀！稀什么稀啊？早上刚来过，奉3法司安郡王之命，搜捕在逃要犯。你们徐掌柜呢？我们有话要问他。奴家这就去叫掌柜的。这里果然就是凶手行凶的地方。等等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是厨房。这么晚，给何人做饭？不是做饭，我们掌柜的盘完了账要洗澡，奴家是在为掌柜的烧洗澡水呢。哦，您瞧，掌柜的房里灯还长着呢，一准还没卸下。吴江，你们2个跟我来。是。掌柜的，安郡王来了，说是我。哎，王爷，没什么异常。王爷，这边也没异常。怪了，掌柜的人呢？你问谁呀？我们还没问你呢。你们掌柜人呢？他之前在房里的呀，这3更半夜的，而且门还反拴着呢，奴家也没听到他出去的声音。许如归该不会是听到什么动静，跳窗跑了吧？
他的家眷呢？我们掌柜的没有家眷，就他一个人住在这儿。我倒是也听说这许如归没有家眷。虽说如归楼美女如云，但她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可当真如此？景少卿可难为奴家了，奴家只是掌管着7、8个侍酒娘子的小管事，掌柜的私事，奴家也不清楚啊。如归楼3面临水，4通8达，许如归急以闻声逃窜，但仓促之下必难顾周全，这如归楼里定还有迹可循。怎么样，王爷？里面没发现什么情况。传令下去，立刻封锁如归楼，务必找到许如归，无论是死是活。是。哎呦，这都大半夜了，儿子还没回来呢，你不让人找找啊？夫人放心，我能不让人去吗？家里那么多双眼睛，在长安城里还能把他盯丢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的夫人，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明日一早醒来，什么事情就都知道了。王爷，你刚才说可能有一具尸体才叫我一起来的，说的就是那个徐掌柜吗？你们掌柜何时吩咐你烧水的？就半个时辰前的事儿。一锅水烧了半个时辰没烧开。回王爷，小店今晚只有奴家一人值夜，打水烧水都得是奴家一个人，费劲儿着呢。奴家为了图快，已经是先把锅烧起来，再一桶桶往里拎水了。也许是柴火受潮了，生火生得特别费劲儿。这里的一系列命案，许如归定难逃干系。冯府的火没能毁尸灭迹，也许就是他仓促出逃的原因。我问你，兵部尚书冯介是不是昨天晚上来这喝酒了？是。还有刑部的韩尚书跟其他几位大人。冯尚书是不是与人起了争执，还受了伤？啊，是有这么回事儿。那上个月，户部主事刘越和前州进奏使卢传生，是不是也在你们这儿喝酒，跟人起了争执，还受了伤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，不过酒楼嘛，总难免有客人醉酒闹事儿的呀。这厨房怎么这么热呀？比着火的房子都热。怎么，厨房烧水不会这么热吗？不会啊，我家厨房比这小多了，一口锅烧起来也没见有这么热啊。小姐，你的手刚受伤，这墙是热的。墙是热的，这墙就是这样的。也许是砌墙的物料不好，那边烧起来，这边就特别容易被熏热。安郡王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武将在，你出去看看，看外面的烟口是否还在排烟。是。王爷，你就溜达吴江吧，灶堂都已经掏空了，还能有什么烟呢？王爷，外面的烟口还在出烟，还出着烟呢？火不是灭了吗？哪来的烟？你去拎一桶水，把水从外面烟口往里灌，记得要整桶水都灌进去。是。王爷，卑职开始倒水了。好。怎么水声这么大，水流这么小啊？王爷，一桶水都倒完了。全倒完了，一滴没洒啊？全都倒完了，一滴没剩。怎么可能呢？一桶水全倒进来了，这灶堂里怎么才这么点水？什么？没流进来？
再把火升上。武将，去外面把烟口封住。是。堵烟口，王爷，你这是想？这烟道背后的墙是中空的，地下应该还有一个能生火的暗室。暗室炉膛用的烟道，就隐在这墙中。这烟道在烟口处于厨房灶台所用的烟道合二为一。平日里不用之时，便用隔板隔开。用时将隔板打开，就能把烟伪装成厨房的炊烟给排出去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堵墙特别容易被熏热的原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就跟在山里抓兔子是一样的，从一个洞口烧火放烟，兔子就会从另一个洞里钻出来。王爷，是这个道理吧？算是吧。那就是说，许如归藏在地下的暗室里面。那我们岂不是守炉待兔就行了？启禀王爷，许如归卧房有情况。王爷，哦呦，兔子洞还真的冒烟了啊！看来这暗室入口就在这里。武将在，你去吩咐厨房，让他们把灶火熄了。是。师傅，您睡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楼里的事儿都办好了。知道了。楚楚，你留在上面，不要乱跑。我想跟着王爷。这入口需要有人看守，万一有人将这入口封住，我们就都危险了。我听王爷的。你也在这儿看着。是。老爷，少爷跟着安郡王去搜查如归楼了。什么？去搜如归楼了？是啊。快去打探具体的消息。是，老爷。还真挖了个兔子洞。王爷小心点儿。王爷，王爷怎么了？王爷，王爷，您怎么了？武将，哎，你跟锦衣去查。是，您把王爷扶回去。王爷，慢点，小心。王爷，小心，慢点，王爷。王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无妨，就是有点累了。张云，卑职在。那长氏娘子呢？在外面候着呢。你要人去看好她，莫要让她随意与旁人接触，以防串供。是。多谢。王爷，你是不是进不得没窗的地方呀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和我哥哥之前在山上的一个洞里救过一个衙差大哥，他当时的反应和你现在简直一模一样。我听人说过这是一种病，只要进到没窗的屋子里就会并发。不过到现在还没人知道该怎么治这种病，据说并发时也是时好时坏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别人说的。我们当时救那个衙差大哥的时候，他就说过，如果让别人知道了，他就会丢了饭碗。你查那么厉害，我可不想让你丢了饭碗。这是我昨天给你的那方手帕。
我洗了很多遍，干净的。这是你绣的？你要是不喜欢，王爷，京府来人，说是景少卿营夜未归，景阁老和夫人放心不下，便让人出来询讯。他们出门见大理寺的人都朝这边来了，就过来问问消息。你去与他们说，景逸今夜随我办差，不回去了，请景阁老和夫人放心，让他们早些休息。是。用名字分类的卷册夹子，这是监视记录，好大的手笔，难道是？你看，这应该就是王爷说的党烟版吧？吹不散，剪不断，没遇见是对你的想念。月光寒，天色晚，尘世间冷暖，唯有你身边，拥抱让我眷恋。闭上眼，又相见，在耳边拂过你的发线。岁月长，情意间，人世间遗憾，没有你相伴，多远都走不散。来守候，只为你牵挂着，此生未预留。人未了，情未了，终于为了你落脚，能借我一生来依靠。远方的此生